们曾以为婚姻是孤独人生的护栏，后来才发现，那可能是引诱我们纵身一跃的幻境。男人追女人都是这样的，就一开始就非常用心。我觉得我现在都是依赖他，这个从来没变。我觉得不管多大年纪，是要有爱情的。10多年的，说明我们这个还是互相比较舒服的在一起。女人什么都想也好。他好自私，说的都特别好听。我越想抱紧他，他就会越拿刺扎我。悬崖意味着平原有尽头，坦阔的大地戛然而止，突兀的断裂成一片虚空。他很独立，他不希望我。我是那种丧偶式的婚姻。为什么一开始给我这么多的时间啊、关心，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了？我没有放上心呢。我会告诉他我想怎么样，但他不愿意做。我这辈子除了蛾子以外，最怕的就是你。那些未曾被接纳的委屈，从不消失，他们会渐渐化作亲密背景里永恒白噪音，直到汇聚成巨大的喧嚣，从此再也听不见爱人的心跳。不以他为中心了，暮暮关心，死活跟我没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上这个节目，我一世都不会知道这个事情。搞什么鬼啊！你每次说我都是至少半小时起步。你认真想想，你骂我什么？好家伙，我骂你什么了？你讲我200句，我还1句嘴，有什么问题？千万个失落的碎屑，结清成无法命名的悲伤。爱人将其雕刻成愤怒的风景，宣之于峭壁之源。这摇摇欲坠的危险，总是令人沉默，而沉默不能阻止最终的坍塌。甜蜜的回忆什么的，就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所以我就说你根本就不爱我，所以你提到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在贬低我。我实话实说，我不欣赏你。8年我才知道，将来他怎么信。很难找到一个人可以让你幸福，太难了。当大风肆无忌惮地吹来，爱人们依然警惕守护着最后的亲密，不断地尝试像把石子投入深渊。这看似荒谬的坚持，却是人类最后的浪漫。如果生命中没有了对方的人的话，你缺失了什么？我觉得其实2个人在一起挺不容易的。来生，你一定要找到我。好像今天我真的很不舍得他，好像是又看见我为什么会爱他。当失望的爱人跌坐在岁月尽头，他眼中的未来会是一场漫长的弥留吗？悬崖将至，再见爱人第5季。RV cuts through grass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周6 12点3更，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终集，参与会员加速观看礼，抢先解锁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日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再见容易，再见很难。欢迎大家来到《再见爱人》第5季。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在这里，我们感谢美团买药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好，我是维嘉，好久不见，我回来啦！欢迎嘉哥，想死你了！你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哇，真的。这个感觉就是在做到这儿，就好像是梦里面的场景在重现一样。哇耶！那我们这老朋友们依次给大家问候一下，好不好？好啊，首先呢是我们这个5季都一直在的胡彦斌。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胡彦斌。哇！你婚龄不说的啊，婚龄要说吗？要说的吧？我零呀，我说了5季了，我婚龄是0，但是依旧对于爱情非常的向往。好，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 Papi。大家好，我是 Papi。今年是第3次来参加《再见爱人》了。我的婚龄是11年，然后有一个5岁的小孩。哇！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只有3岁，现在都5岁了，好快啊！这一季呢，还有3位重磅的新朋友要加入我们，期待他们呢给大家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声音。那首先我们欢迎的这位呢，他是演员、歌手、导演、制片人，全面开花的林心如，欢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心如。你们男人有权利让女人为他生儿育女，再让他心碎吗？我不能再这样过日子，我不能一直在这追悼我的爱情。最具实力女演员林心如，恭喜林心如！最佳制片人林心如，恭喜林心如！金钟奖最佳戏剧节目奖有生之年。只是皮毛而已。哇！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再见爱人》，然后我的婚龄是吗？婚龄9年，然后有一个8岁的小孩。想问一下心如哈，你之前有看过《再见爱人》吗？我之前看过，就蛮精彩的，蛮精彩的。有些我觉得就是连那个戏里面都写不出来的这一些片段，我就觉得有一些是很好取材的一些材料，然后可以看怎么样把它弄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剧。其实心如也是跟我们芒果一起成长的哈，所以今天有一种哥哥回宫的感觉，欢迎回娘家了，回娘家了，回娘家了。接下来这位就厉害了，之前有个热播的电影叫《好东西》，就是勇敢制止路边不文明行为的铁梅的原型。真的没有厕所吗？其实是最早我也是看我一个朋友张春，他那个是他有一次骑着平衡车，好像制止了一个男性在路边小便。大家好，我是张春，我是一个作家、心理咨询师。欢迎。比如说一个家暴的受害者，他迟迟没有离开，离开呢，他不是一瞬间的事儿，他其实是要做很多准备的。我们之所以说母女关系难在哪儿？它不就是难在我们想象着我们应该更亲密吗？我们应该更亲密无间，我们应该更和谐。有没有可能我们放弃和谐？我的婚龄是离异再婚，加起来的婚龄是12年。我昨天晚上仔细的算了一下。哦，还可以这样算的。
前几季都是通过网络观看我们的《再见爱人》，而且还分享了非常多的观点、视频啊、播客啊，点赞都非常非常高，而且都是付费购买的会员。那这一次可以通过在这个棚内跟我们一起观察，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对，就是我以前是花钱，现在投资有回报了。接下来我们重磅介绍这位朋友是备受瞩目的政治哲学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老师。我们每个人不是完整的，由于我们愿意奉献，愿意牺牲，我们愿意成全对方，我们成为更完整的自己。经济学是多么有利于收割对象，但是他们并不容易保持对象，因为保持一段有益的关系，你不能只是从计算的角度考虑。刚才是再见，不要爱了，这个状况。但是其实外面流行的说法，下，我在你身边你会发现很好的事情。我是刘擎，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这些朋友相遇，非常高兴参加《再见爱人》。我是婚礼有20年了。最近2、3年吧，在研究爱情问题，写一个爱情哲学的课，但是好像好理论啊，到这来看看实践的精彩的大戏。谢谢。好，期待我们3位新朋友给我们带来特别不一样的视角，好不好？这样我们破冰一下，我们挑一个人，互相来问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好好奇啊！我想问心如姐，这次来到《再见爱人》，你是来取材的还是来取经的？我是来避免犯错的，那就是来取经的吗？没有，我就是想说，从别人的问题上面，会不会看到自己也许也有这样子的问题而不自觉，然后如何把婚姻经营得更好？是，那我可以问你吗？啊，你可以问我啊，当然可以啊。我想您好像每一季都有被问到嘛？问到什么？从第1季，然后一直参加到第5季，是不是越参加越不敢结婚了？不会啊，真的？那为什么还是单身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等待那个正确的人出现。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课题，或者是它是一种向往，是一种体验。我看过他们彼此真的很爱过，而那个那个爱是很有力量的。我好像来了这么多季，我还写了蛮多歌。还是取材，全是灵感。我来问吧，我问这个张圈好不好？就是我们提到心理老师呢、咨询师呢，通常都会觉得他是好多这个情绪树洞，通过你的疏导来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心理老师自己还是不正常。请问这个刻板印象就是照着我们刻的，就是没错。说对了，确定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所有人的病我都有，但是心理咨询师他是一个更有经验的病人。我现在是这样觉得的，就是问题没关系，就是没有人是完全健康的。你想做的事情你照样可以做。你说我希望我自信，但是我不是很自信，你还是可以不自信的做。你说我喜欢跑步，但是我跑不成奥运冠军，那你还是可以跑。所以有问题不是问题。谢谢。我就想问维嘉老师，我经常刷到观众在呼吁维嘉回观察室，所以你是带着千呼万唤回来的，这是什么感觉？就是特别的感谢。因为有一天突然就别人传了一篇帖子给我，然后就说再见爱人又开播了，然后就是怎么样，就希望看到维嘉什么的。我当时跑着步，就自己就哭了，感动了。其实我真的就是很想回来，因为在外面漂泊这么久啊，然后日子也不是很好过，所以今天回到这里，我真的有种找到家的感觉。所以要谢谢各位，谢谢。前几季落下的，我这一季加倍奉还。太开心了。我比较想问一下刘擎老师，因为刘擎老师就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包括我平时看到您的一些讲课的视频，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您觉得您在这儿会哭吗？会的，但是大家老有误解，就是好像爱情是情感，情感是理性的对立面，不是。感性不是理性的对立面，
情感里边是有认知、有判断的，跟感情或者情感对立的是麻木，而不是理性。完了，我是麻木。你是？我一直以为我只是冷漠，原来我是麻木。而且制片人跟我说，每次大家都在，比如说胡彦斌要哭的时候，Papi 就在旁边就。因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孙怡皱个眉，泪眼汪汪。佩松姐怎么哭成这样？被人家气疯了，整个人气疯了。演的吧，简直儿戏。你最后你自己写的这一段，我真的看不懂。我没有，我有时候只是一转眼，哎，哭了。那你这一季呢？好，这一季我的 flag 就是我不再冷漠，麻木，我不再麻木，眼泪流出来。其实我可以帮助 Papi， 因为有一句话叫胡彦斌，你让我哭。世上只想哭，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哭，胡彦斌你让我哭。吓人。所以人是特别多面的，你发现吗？对吧？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好像用1、2个标签就把所有的男人、女人都装在里边了。像这个节目呈现出来，就是会反驳这样一种特别标签化的理解。就王尔德说一句话，是说好像是，生活模仿艺术远高艺术模仿生活，就是说对。好了。那我们《再见爱人》第5季催更团集合完毕，我们再一次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再见容易，再见很难。大家好，我们是再见爱人催更团。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为了满足大家呢之前说根本看不够的这个需求啊，今年我们的节目呢将会1周3更。一起说一遍，1周3更。注意了，在每周4、周5、周6的中午12点，我们都会更新新的一集的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呢，还有我们的加更和爱人悄悄话，满满当当的全是诚意。哇，我觉得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话不多说，让我们催更团赶紧戴上耳机，看看今年3对夫妻究竟是谁。开始了，手心开始冒汗了。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我刚才就觉得汗毛有点竖起来。我们结束吧，我遭不住了，好吧？我遭不住。什么遭不住？来，莎姐打个板儿。哇，邓莎，你认识啊？我跟她拍过戏。哦，邓莎第一次被采。来，我打板，你说一下这个板，然后我叫邓莎，职业是一名演员。之前拍古装戏比较多，大家可能对我的认知也是古装戏，也许看现代戏不一定认识我。你怎么在这儿？是龙师兄，都在里面啊！你把我的一生也交给你呢？不可以。他知不知道这个后宫美人行这是大反派后面的？不要我，皇后娘娘饶命！不要我！难不成我真的要嫁给那个顾廷烨？嫣然啊，不成。你都知道？对，我说的电视，你都知道。你知道李娘子镇守娘子关吗？结婚有13年了，有一个孩子。妈咪，哎，咱得快点，可来不及了。几点？4点。看呀，哦，时间都快到了，正好走之前把你该看的病都看掉。你今天是准备回来跟我住这边，还是在市里跟你爸住？哦，他们不住一块，分开的。这边吧。你爸是不是跟你说了，我跟他要出去2周时间呀？对啊。他有说去干嘛吗？拍一个玩意儿。拍个玩意儿。他就这么说的是吗？他说好耽误时间呀。你也没问他为什么跟我一起去啊？他说你让他去。他是干嘛的呢？出去呢？出去
算是旅行吧。但爸爸有一个机会，现在能跟你出去，挺好啊。但我也觉得挺忐忑。你就不用放在心上，妈妈。但如果他干什么，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直接回家问他。如果之后有你的同学或者朋友跟你说，在电视上看到你爸爸妈妈吵架了，你会怎么回答人家？第一，他们不会看到我，那你们，那如果被你看到了呢？被我看，我就问你们俩怎么回事。你平时也没看到过我们俩吵架哈？没有，是吧？我们俩不吵架的。但也不说话呀。好心酸。哦，小黑厉害哦。但也不说话是吧？我的伴侣，他名字叫陆行。我是这个陆行，今年58岁，我职业是民营企业主，公司加起来有100家左右。58岁差很多啊。时代赋予的我们的一些机遇吧，我们俩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因为那时候我的朋友跟他的朋友在谈恋爱，所以我们俩之前就是一个陪客吧。你来我往的就认识了，但是在一起之前，他有过往的婚姻经历，当然是成为我们阻碍我选择他的一个原因，所以当时一直也没有接受嘛。然后后来被他的一些可能关心爱护啊，慢慢对别人的一些撮合呀，这样子，我慢慢才接受了他。在一起之后，培养出来了就是更多的这样子的感情。我们是这个2012年结的婚。结婚我就是怀孕了才结的。刚结婚初期嘛，他是主要是围绕着孩子，他也牺牲了很多，工作也全停了嘛。而且呢，这个孩子呢，也算特别健康的就成长了，我觉得挺感激的。当时肯定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成熟，在他的工作和事业方面都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人品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干事挺有韧劲儿的。再一个呢，他这个人呢，没那么功利。在一起还是比较平静的，是吧？我心能够安静下来，专注的做一件事儿。我们俩的空间足够，我们俩都没有什么掌控欲。但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跟我一个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因为我们现在应该是属于半分居状态吧。半分居状态其实也有个几年时间了，有时候想睡得好一点，可能就自己睡在另外一个家里面了。反正我们就这个2个地儿嘛，一个是跟我爸爸他们那儿住，一个就是这个离工作单位近点的这个地儿啊。所以有周六周日，我就一般就回那边。我吃饱了。全球智能化浪潮风起云涌，人工智能领域，这个就是我们的绿鹰小仙女啊，很漂亮的一个品种。久而久之，感情肯定也不会像一开始那么浓烈，变淡了之后，就会变成了有事儿说事儿啊，要没事儿我们可能1个礼拜都不会发一条信息这样子。啊？1个礼拜，1条信息都没有。我就觉得有时候很习惯自己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了。有的人会觉得我就是一个丧偶婚姻，觉得哪都看不到我的另一半，也没出现过。就分工明确啊，大家各尽其职，然后孩子健康成长，其乐融融就行了。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他参与的部分可能就是交学费吧。其实他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啊，他觉得他那套都是对的，你知道吗？其实他也不太知道孩子有报过什么班儿。
干过什么事情。现在学生都不重要，其实他应该都不知道我啥时候演出，也不知道我去了哪。反正就演那些什么丫鬟什么的，那个宫女之类的。怎么这样啊？我也希望有人陪我一块儿种花，就不陪我一块儿种花，哪怕是陪我一块儿赏花。女人什么都想要，是吧？但是咱们生活都是排除法，哪有优先法呀？啊？说实话，他能来这个节目，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其实我不知道他想解决什么问题，他没跟我说过有什么问题。那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生活太平淡了，大家必要焕发出激情，这可能这节目也解决不了这问题。您问了是什么类型的节目？其实他也说不太清楚，他说你去看看啊。那您去看了吗？昨天晚上看了10分钟。那您看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呢？也没什么太大感受吧。我就说，昨天看了看，就是我就是想呢，这个有可能最后你一看着我这不行，就可能也不用了。对。我也想知道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还有的我也不太想问，又不是很敢问。不敢。哇，好漂亮！哦，婚姻体检。下雨了呀。哇哦！哇，熟悉的房间。下雨了。我以为你比我先到呢。哎呀！哦，他淋着雨来的，身上都湿了。对。欢迎大家来到婚姻体检环节。请朗读一下任务卡。没看过节目。我读一遍。真正的亲密始于细密的懂得。面对同样的问题，你是否知道他心中的答案？互相了解、有效沟通，对于婚姻的健康而言格外重要。就像对待身体的健康，需要彼此多一份关注与及时回应。同样关心大家身体健康的还有美团买药，无论何时何地，美团买药都能24小时响应你的健康需求，给你安心守护。接下来，请完成美团买药为你们定制的婚姻体检，帮助大家检验亲密关系的健康度。两位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现在开始婚姻体检。请问陆行，你和邓莎在一起多少年了？14、15年了。可以更确切吗？打雷了。15年了。请问邓莎，你和陆行在一起多少年了？ 15年。
这一题双双得分。请问邓莎，陆行最常买的药是什么药？止疼药。对，是止疼片。那请问陆行，邓莎最常买的药是什么药？过敏药啊。这一题双双得分。请问邓莎，你们的恋爱纪念日是几月几日？315。请问陆行，你们的恋爱纪念日是几月几日？315。哎，都记得很清楚。因为315是消费者投诉日，是吧？哎，也是我那个集团这个正式重装上阵的工商批准日啊，也是这个哎，所以这我记得这个比较清楚啊。哎呦我的妈呀！一起记住了。这一题双双得分。请问邓莎，陆行最喜欢的花是什么？没有。啊，对，我喜欢树。好吧。请问陆行，邓莎最喜欢的花是什么？花园。啊？他分不清品种可能。莎姐最常照料的是哪一种花吗？葡萄。葡萄是花。对呀，开花嘛，这一题邓莎得分，陆行不得分。我还蒙对了一个。请问邓莎，陆行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鱼。因为他经常说要养鱼。动物，他说错了，我喜欢这个哺乳类动物是吧？哦，那狗啊。对，不是狗。雄狮嘛，啊，我老看那个非洲的那个动物世界那种，那他可能想养那种狮子之类的，但是养不了，就喜欢狮子、老虎那样子。对。请问陆行，邓莎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狗。一个是动物，一个是宠物。是吧？他养狗。养了多少狗？您可以依次说出它们的名字吗？现在这个有6个狗，哇，一个叫波特，一个叫小黑，还一个叫球球，还一个叫小九，还一个叫杰克，啊，还一个叫那狗叫什么名来着？反正一白狗，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应该也分不清品种。对，应该是一个白狗，是个白狗。请邓莎告诉陆行那只狗的名字叫雪糕。啊，对，叫雪糕，对。我现在家里是有6只狗，然后2只是原住民，4只都是后来陆续都算是收养的吧，4只。球球，听不见了，球球，球球，球球来，没有牙齿。2只原住民，有一只是球球。就我们家的元老级公主，当时买球球的时候大概1岁，她现在应该算是16、17岁了。这个其实是她送我的第1只狗，因为可能当时她也知道我喜欢狗，然后又觉得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在一起的时间其实也不多，所以她就送我1只狗。然后波特就是我带回来的1只大狗，再来到我们家的就是杰克。当时杰克呢身上有2个大肿瘤，他们就根本就已经完全照顾不了他了。我当时真的觉得就是挺可怜的，我拒绝不了，他就来了。然后小黑是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个朋友发的，问有没有人能把他收养了。小九呢，小九也是我收养的1只狗，小九是在他那个原主人的家附近流浪了大概1年的样子，然后他身上还有伤，还有被烫伤的地方。当时他好像也是说，如果没有地方去，他可能就不知道要去哪儿了这样子。我就说那我放我这儿来吧。还有1只是雪糕，它是我儿子带回来的狗，真的是越来越多狗。他收养了好多都是病狗、老狗，好善良哦。下一题，请问陆行，你说什么话邓莎最容易炸毛？他好像很忐忑。我一说他那狗，他就炸毛。
狗怎么了？狗那个吵人啊！我说你养一个得了，养俩得了，你要那么多干嘛？是关于狗的，但是如果要让我炸毛的话，还不是这么轻的话。那陆行再试着回答一下。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是不是我把狗送走，他肯定是接受不了。我写的是把狗扔了，不要生气了。送人嘛，送人。就感觉像是有人要把我的孩子送人了，说送就送，说扔就扔，他不会考虑狗怎么想，或者狗之后过得好不好。最开始他可能最容忍不了的是这么多大狗，还有就是叫的狗，然后就会说把狗弄走，或者要不然把我叫人给他抓走，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俩就一直是这个事情上也在僵持。因为那个我这人睡眠不太好，那个狗一多吧，那个还没睡着呢又叫了，又醒了，一会儿你刚睡醒了它又叫了啊！我掐了一次表，12点多叫，3点多叫，5点多叫。我一晚上我睡个6个小时，我醒4回，我受不了了，影响我第2天的状态啊。这个是挺也确实是，二一个就是他那些生活习惯跟我有点不搭，像我这个朝9晚5这系列的嘛，他们一般都是下午才有事儿啊，晚上可能在这11、12点就这个。我把那个。所以我的方式呢，就是说，能忍的忍，不忍呢就躲开这个也行啊，是吧？啊。哦，早睡早起。所以他们分开2个家住。下一题，请问邓莎，你说什么话陆行最容易炸毛？我就没怎么看他怒过，所以我觉得没有。哦，情绪那么稳定。我应该也没有吧？有一句，你写的答案是那也不是。啊，对，他一般的提点意见，他永远给你说一句他反对的。对，我说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是在我认同的情况下啊，我肯定会认同。那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不认同，因为我觉得现在长这么大了，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独立思考和思维模式，所以说真的不是说你说的我就一定认可。邪魅一笑。比如说有哪些是你其实你不认可的？你现在想得起来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说我儿子，因为我儿子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狗，特别喜欢宠物，但是他跟儿子说，男人不能太善良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认可的。这一题陆行得分，邓莎不得分。下一题，请问邓莎，陆行现在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他最大的压力来源应该也还是工作上面的吧，我觉得，因为他工作上面可能这几年我觉得也会没有那么的顺利，各个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压力。应该是工作上的。请问陆行，邓莎现在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可能是孩子吧。我写的是家人，其实是包含孩子的，因为家里的事情，首先现在孩子也面临到后面一个择校的一个选择问题，就是何去何从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家里边，包括现在我跟陆行的这个关系比较
平淡也好，比较冷也好，怎么样的，其实作为父母也不太知道，但又有感觉。所以说我有时候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也得会去做一些掩饰也好，或者是，就不想让他们担心吧。我没感到。我对，我没感到他说的那些压力。没跟我说过，他没再提过。其实我是一个，本身我就是一个不会让自己内耗或者就是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人，我什么事情都还算想得比较开，所以说我表现出来的更不会是说让周围的人觉得我最近好像压力很大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自己能够去让自己舒服的一种方式。下一题，请问陆行，邓莎认为你对这段关系最大的付出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给了这个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吧，这是不是就是付出了啊？完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跟你结婚了，我给你了个家。说实话，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其实我的答案是，到目前为止，他还能够容忍我的6只狗。啊？请问邓莎，陆行认为你对这段关系最大的付出是什么？是不是在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一部分事业呀？因为我其实曾经希望在事业上面，我也希望拿一个最佳女演员奖啊，或者是最佳女配角奖啊，就这种，我觉得还是对工作的一个认可的这样子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认为啊？您的答案是？生儿子呗啊，生儿子，生儿子是最大的付出，而事业牺牲不算。因为本来生孩子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意外嘛，然后当时我们是12年的夏天就拍完《笑傲江湖》杀青。其实他在2013年的上半年就开始在湖南卫视播了，其实当时的反响还是挺好的，然后就也会有很多戏约找过来。我当时经纪人简直就是跟他说我怀孕这个事儿，他是一大棒槌砸他脑袋上，他说真的吗？那个失望啊！本来事业要发展的啊，但是确实我觉得孩子这个缘分吧，也不想错过，所以说当时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还是去生孩子。所以说因为是一个意外，所以说我对生孩子与不生孩子这个事业的衔接方面没有做提前的一个部署和提前的一个安排，所以说就当时就直接就放弃了。你想那个时候有很多戏来找你的话，你就一直说推到最后人家就不找你了，或者有的人也就能侧面就知道你是生孩子去了，然后就不找你了这样子。我也理解啊，就是说要不是为了生孩子，我可能事业怎么样了。其实是在我们看来有可能，但是那概率吗？不见得是那概率，有所失必有所得，是吧？我说你看你儿子跟你关系这么好，你也有什么就是你还不满足的吗？就行了。
下一题，请问邓莎，陆行最无法接受你的哪个生活习惯？把家里搞得比较乱。啊，对，养狗过度。养狗过度，又是狗。请问陆行，邓莎最无法接受你的哪个生活习惯？他是不是就不能接受我太宅了？我好像写的是酒后哈，对，酒后，就喝完酒之后的一些言行举止吧。酒品不好。他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不会跟他没有在身边，就会喝多了会给我发信息，他会跟我说，他老是有欲言又止啊。离婚。他经常喝完酒以后，他会跟我说离婚，他说离婚吧，他说，我有时候觉得可能，是一些，其实过去一些，我这里不要哭，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有什么舍不得的，也没什么，其实也没什么舍不得的。那为什么会哭？就是，就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哎，也挺不容易的。分开的话，就是跟过去告别呗，告别你的一个青春也好，就是最年轻、最好的时候，都是跟他在一起的。分开的话，就是在我的后半辈子重新选择一个生活，就这个生活是好和是坏，谁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他都断片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陆行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再不回来就离婚了啊，是这个意思。不是他不在家吗？工作吧，是不是？但有时候我确实也不在北京，我怎么回来？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对现在的我们俩的一个婚姻状态，还有他对配偶的一个理想状态，可能不是很满意吧，就可能也是对我不是很满意吧。醒来之后你们有过交流吗？没有，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说过这些，我也确实没有再问过他。好，下一题，请问邓莎，陆行在什么情况下最需要你的支持？我的支持有用吗？我不知道哎，这道题。请确认你的答案。我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那您的答案是？我写的是什么来着？心情低落、受挫。对，好多事情都不顺利，受挫折的时候，对。那你希望邓莎用什么方式来给你支持？我怎么支持啊？对，就是我不知道嘛，我希望嘛，对。你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曾经收到过对方给你的支持吗？有吧，可能是有。就比较不顺利的时候嘛，是吧？他把这个后方安顿的比较好，
我觉得就够了。那个就是其实我有些我最沮丧的事儿也不能跟他说，他也不知道，所以顶多也是就是安慰安慰呗就行了。请问陆行，邓莎在什么情况下最需要你的支持？我觉得不需要我支持。为什么？我觉得他也没什么大事儿啊，他也不见得需要我支持。我好像想不起来什么。对，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独立，自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人，而且很多问题我会把它化解成当没有问题发生。上一次你向陆行求助是因为什么事情？上一次向他求助是，我们家的狗被人给带走了，然后我跟他说，让他帮我把狗就是弄出来，对，弄过，就是小黑，别的邻居什么的觉得它是个大黑狗，可能觉得小黑黑。长得其实挺吓人的，怕危害公共安全，打个电话让打狗队给带走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得给我想办法给我弄回来，把我的狗给弄回来。为什么陆行天天想要把狗送走？你不喜欢狗，但是仍然在接受到这个求助的时候又把狗救回来。这个东西在我心里有主有次，他的需求比狗有优先级，是吧？也比我的需求有优先级。这个不错啊。那你觉得在邓莎那里，他的需求优先级是怎么排序的？可能这狗在我前面吧。对。好，下一题，陆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可以向邓莎提出一个他必须回答的问题，并根据对方的回答进行评分，评分区间为0到10分。0到10分，就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跟我在一起也后悔过吗？什么原因？有后悔过吧？我觉得人都是患得患失的。目前的一个家庭状态跟婚姻状态并不是我理想型的，可能我更希望是两个人共同的去经营这个家庭。就是我怀孕期间，你从来没有陪我去做过一次产检，然后包括孩子从小都会每年有那个叫什么儿检嘛，他也从来没有一起过。这也太……那根据您刚才的判断，请给对方的回答进行一个评分，0到10分。8分吧。那邓莎，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可以向陆行提出一个他必须回答的问题，并根据对方的回答进行评分，评分区间为0到10分。在一起这么多年，到现在，你有什么没告诉我的事情？请你跟我说一件就可以。哇！我没告诉你是人太多，所以你挑一件吧。
觉得就是比较，咱们就说没告诉你的事。哎，你什么事儿不知道？你再去缩小范围。缩小范围。那像我们俩这么独立，你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对，反正就是说，这钱的事儿都是在变化，是吧？我们这个做事儿不是说把钱搁在自己的存款里头，搁在自己的无形资产里头，搁在自己的这个权益里头，我们基本都是在流转环节啊。我们可以投企业、投股权，把钱放过去，这个有好的有不好的，是吧？啥也没说呗。这个都在循环过程中，这也是符合这个经济学的逻辑，是吧？那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咱们都保障就行了啊。不知道满不满意啊？刘星有什么想说的吗？那我没什么想说的了，因为确实也没有说出个啥。请给对方的回答进行评分，5分吧。就等于是没有答案，但是他的回答也是我的意料之中吧。本次婚姻体检，邓莎最终得分39分，陆行最终得分39分。好，评分。好默契的得分。哎，刚才给我下雨淋了，脚疼，也没穿袜子。没事，你去换鞋去。你看他们之间不搀扶的嘛，是吧？而且他跟他说没事儿。干瞪眼儿，两个人。以后拍这东西别叫我了啊！才刚来第1天就后悔了啊？我说刚来第1天就后悔了。我本来就没想来。那你刚开始为啥要同意呢？你是不是也知道是一个就是关于夫妻情感类的节目啊？我觉得人家会给我刷下去的。你觉得别人就不会找我们是吗？找了我一谈，他也觉得没意思。没意思。哎，觉得无趣。对。这个没意思，相当有意思。结果选上了。哇哦！哇，第一对，头云密布的感觉啊。两个人感觉也不是很熟。哎呦，沉甸甸的。第一段就沉甸甸了，张老师。哎，我们首先问问心如吧，因为一突然看到心如出现，我这种哇，感觉老熟人的感觉。我有点吓到，因为那时候他很年轻，他应该才20出头，然后出来啊，就是观众反应什么都很好，之后还拍了《笑傲江湖》嘛，然后后来就没有什么听到消息，原来去结婚生小孩了。那时候在剧组交道多吗？没有哎，因为他其实是我们的下一辈，因为我是那个婆婆嘛，对，所以他是跟年轻那一辈的比较多，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我就觉得就是很漂亮的女孩，阿春好像对她的角色好像如数家珍的感觉。我超爱看电视剧的，而且他说什么演宫女丫鬟，他没有演宫女丫鬟，他在演那个美人，对。这就说明他完全对他的事业完全不了解，对吧？他们俩
在一块儿给我感觉闷闷的，就像那种阴雨天那种气压很低的，就感觉气压压的你有点喘不上气儿，但是天气又没有糟糕到一定程度，不像什么暴风雨你出不了门，就给你一种阴雨的感觉。对。哎，我有好多的就是想叹息的地方。他最感激他的是没有丢掉他的狗，就是我的丈夫是可以随时扔掉我的狗的吗？就是他们两个描述的狗虽然都是狗，但是好像不是一个东西。他要扔掉的是一个物体，而他要留下的是我的骨肉的这种感觉。哎，所以这种事情都没有对上，真是让我觉得心里好难受。但是最后他们俩的分又如此的一致，就让我觉得他们允许这样的婚姻一直进行下去，又好像是一种合得来。我觉得他可能当时收养这狗之前，其实应该也是要征求另一半的同意，因为大家是共同生活的嘛。可能2只、3只还好，到了第5、6只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么想要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是互相尊重的问题。要点在于，你看他对于狗的不同的态度，他是不是在家人那里没有得到的东西，他倾注在狗那里，然后狗对他尤为重要，是几乎等同于家人，甚至超过了家人，而那一边好像越来越淡漠。邓莎也有可能是因为陆贤也不怎么回来，所以养狗之前就觉得也没怎么多问，对，可能觉得反正你也不回家。因为他们俩整个的态度，我觉得，邓莎可以说是不自在，而陆行是无所谓。就是这个关系，它是非常冷和淡的。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我觉得。就当时可能是奉子成婚，然后但是邓莎付出事业上这么大代价，她是下了挺大的决心的。所以心如，这个我们不是演员，我们不了解。就是你要起飞的时候怀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缘分来了，尤其他那时候很年轻，我觉得也可能是刚要起飞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许会觉得委屈，我为这家里付出这么多，结果我也牺牲掉我的事业，但我现在得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必须要暂停一段时间，那可能你暂停了这10个月，生孩子的这10个月，再到小孩可能1、2岁，你必须要陪伴他，可能3年就没了，3年有后起之秀很多，也许你的位子就没有了。我觉得是有所牺牲的，就有可能从这儿就中断了，有可能的。他们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比如说突然的就是缘分到了，有了孩子，然后就结婚了，他们就好像停止了互相了解。但是这不是自然的。其实每一个婚姻，它的内部的都挺复杂的。比如说，他在事业上付出这么大代价以后，他可能会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对方陆行他是怎么接受，他是不是接得住，所以可能蛮复杂的。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停止了互相了解，邓莎想知道我不知道的事，但是最后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告诉他一件新的。也许陆行是没有意愿让他了解。然后邓莎是我没有途径去了解他，因为太多事你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讲哪一件是吗？我能保障就好了，你不用去管家里。所以这个家呢，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作为一个共同的，就是他们的互相的不了解，这就是他们的一致。对。他们俩给我感觉特别像是那种就是老古董的爸爸和一个青春期的女儿。比如说我青春期时候，如果问我爸妈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我爸妈也会觉得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对，你不需要了解那么多，反正家里你钱够你用就可以了。包括说那个狗的事情，就也会有那种，就我小时候也想养狗，曾经家里短暂的有过一只狗，我妈就一直说把这个狗处理掉，把这个狗处理掉。我妈怕狗，但是这个狗真的在家，我妈也不会说把它什么就扔掉啊什么的，该给吃饭还是给吃饭，就特别觉得让我像这种。然后2个人之间的互相的了解程度，也是那种跟那种青春期女儿和老古董的爸爸之间就互相不了解，互相错位的，对，互相错位的。然后女儿也是那种很拘谨的、很自我保护的一个身体姿态，就感觉特别像。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比如说像陆行，他走到这个年纪，他应该可以识别得出来什么是社会标准的价值观的答案。
整个刚刚的片段里面，他很多的回答都非常的不讨好，而那些不讨好的答案，我认为是真实。邓莎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明确的状态，但这个彷徨和不明确，我感受到的是在婚姻中的主导权。他其实是一个这段婚姻的真正的主导者，就是权力者在他。那个6条狗，你看他也没有要问对方哦。陆行这一进到那个屋子，第一句说：“哎，以后这个节目不要叫我来了。”那意思其实就是主动发起者应该是邓莎，然后陆行其实是并不清楚要干嘛？他是要干嘛的？他有来比赛，我只看了10分钟是吧？那所以他就觉得这一刻我配合我老婆嘛，他要去嘛，那我就配合他一下，支持他一下，想不到还真被选上了，是吧？自己的优秀自己不知道的。我认为在他们的关系当中，邓莎是更不自在的那个人。他比如说好像有后悔过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含蓄的表达，他有很强的后悔的一面。而陆行呢，他觉得可能婚姻这也不算什么问题，可能大家时间长了都这样吧，他是可以从容的，可以无所谓的。我们家就这个钱，我保障供应就行了。然后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救狗，我可以帮啊，上这个节目我可以帮啊。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邓莎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人，这个陆行是一个看起来有很多瑕疵的、有很多槽点的人，谁是不用顾忌我道德上有问题，毫不犹豫地说生儿子就直接表达的人呢？是谁有这种能力去承担说出这种话的压力呢？是有权利的人。对。谁是要保持我的道德上的完善呢？是紧张的人，对。无可指摘的，我要小心的表现一切。对。但我其实有一个好奇，就是邓莎一直说什么我也不敢跟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也不敢跟我的伴侣说他有什么问题，我们会觉得这个伴侣可能是一个暴君。但是前面一开始说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怒过。那我看下来觉得陆行情绪还很稳定，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邓莎会有很多事儿会不敢问、不敢说。我觉得好像对他们的关系来说，邓莎是觉得这个状态是应该改变的。而陆行说这样也无所谓啊，也可以。他一方面说没有问题，一方面在9岁以后说离婚，他要什么？我小时候我读书不好、不认真的时候，我妈也会跟我讲说：“你不要去读了。”对。其实他希望我去读的，但他说的是你不要去读了，反话，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场景讲的，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可以再看一个。他其实诉求是让你回家，他不是诉求让你跟你离婚。刚才他有提一个问题，就邓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我比如说家里的钱我根本不知道是有多少，然后呢，陆行也非常宏观地讲了一下家里的，他的答案可以适用在所有的家庭。对，但是其实比如说你在镜头前面，然后拍着这个节目要播出去的，我讲我们家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也不好，你怎么讲？所以不一定要观众知道，他们之间只要我有6张卡。4张卡你都知道的，是因为他过往他不知道，对，他从来没有过，他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对他没有清楚。那请问各位，就是这样，如果要问到你们可以完全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家里的财产的状况吗？我们没有各自财产，我们全部是共同的。那个误差率，我家里太太是在记账的，误差不会超过100块钱。哇！心如呢？我不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各自财政独立的，有各种模式，我觉得。对，我觉得管好自己的就很重要，然后把家顾好很重要。对，如果说一方有需求，一方满足不了，那就有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妻子来问这个话，我是想知道那个具体数字吗？不是，我想要你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一些交代，对吧？就你让我有个底，有个数。他们好像没有很强的共同生活，那个共同感不强。他可能是就想用这件事情来说，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婚姻本来就是经济共同体，但是连这个我都不知道，那可想就是我不知道的太多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小女孩长大了，然后陆行又在用以前的方式这样对她，这已经不是她想要的了。她想要更多的，不管是交流、沟通，或者是更多的安全感。
已经不像是小女孩只需要那一点点，你宠我就好，你对我好就好的那种感受。我是这么觉得啦。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感受就是邓莎的诉求很强烈，她希望让这件事情可以有人参与进来，去把这个冷局打破。我跟冰冰这个想的一样，就是说她是不是这个彦斌，叫冰冰可以啊？对，我是老师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期待下面能够把他那个外壳撬开，让他能够吐露真情，他能够投入点儿。对。可是我觉得他愿意来参加，其实就已经是真的是蛮支持郑莎的，真的。你看陆星好像他是一个很情感世界是温度极低的，但是说不定他背后也有情感奔涌，他能够在9号后说离婚吧，对不对？说不定我如果有这样的反转，我就很期待。我觉得他们俩现在给我感觉就是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男的嘛也看不明白是吗？对，男的嘛就是怎么样都行，女的呢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样才行。但是不要什么，他知道的。一方面说我们都很独立，但是呢，这样独立下去好像和一个人也没什么两样。那我何必要在一个婚姻里呢？但是他也模棱两可的。我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什么诉求，可能就是想要搞清楚这个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但你说他是上节目是为了两个人感情更好，为了让陆行可以改变，还是说他要跟陆行分手？这些我觉得还不知道，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也就是感觉给我们带来了层层的这种疑问，或者很多谜底没有解开，对不对？我们有18天，我们会把答案层层的揭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组究竟会是谁？好期待啊！哇哦！哇！很讲究，领结领金。我叫梁松，现在38岁，结婚快4年了。音乐人 ，A.K.A. T Song 梁老师。T Song 我听过他的歌。找出了磁带，准备换到下一年。体育课又取消了，但是下雨天。根本不想回家，因为哥们今晚单身。哥们单身，我终于自由了，想在报纸上看的。我老婆是音乐人。哎呦，他老婆也是。我是何美妍，生于1998年，广州人。我结婚已经快4年了，有3个宝宝。哇，4年3个，好厉害！自己的本职工作本来是做音乐，是个 rapper。继续嘛，反正我就当没听过。这个 level 不是学就能成功的。我看着你哈，你做的小动作，总有天都还给你。2个 rapper。我还参加过超级女声哎。梁总是一个非常阳光、积极，他很能量满满，他永远都是一个很 passion 的感觉。哇！特别吸引我的特质就是我觉得他长得帅。他会评价我小女孩。我老婆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他肯定会说我运动能力非常的强，他跑不过我。运动能力很强，跑得很快。真的。闹矛盾他就会一直持续攻击你，而我实在找不住，我又不想吵，我就开门我就跑，我经常被他追到。我的天，太好笑了。我跟老梁就是猫和老鼠 ，Little Tom 和 Big Jerry， 相爱相杀。我是快乐男生的话，那他就是 emo 公主。emo 公主，哇！我们节目里面认识的，这女孩好不一样，就是大家去节目都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穿的像那种海底捞的拉面师傅一样。可是起早自己分这个蛋糕，做情侣去什么都想要，你知道我知道谁知道，这里我才是主角。听得蛮像，好想听他们俩吵架哦。都是用唱的。哇，这个女生好不一样，好酷，感觉好有灵魂，好有思想，好有维度。我有潮人恐惧症，你也知道，梁总是个非常拿捏自己外形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好嚣张，他好潮，我好怕跟他说话。看他也不怎么讲话，短头发，
很酷。我觉得这种女生其实挺杀我的。哎，他主动加我微信，我觉得哦，这个人还挺好。咱们接触了以后，发现互相的性格好像都是对方喜欢的那种。他觉得我乖乖的，然后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也表现得很乖，很听话，很乖，很听话。甜蜜啊！哇，偶像剧了，感觉都。就像恋综。好甜哦！嘿嘿，这就是我想要的女人。跟你谈恋爱的时候还收着点了呢，就会让觉得挺好的，尤其是跟我比较互补，而且他就是你们要找的快乐男生，他就是快乐男生本男。那么快乐？你们到这干嘛来了？就是你看我结婚前，基本上我每天我身边都是围着3、5成群的，然后大家在去 party 啊，然后聊天 freestyle 啊什么之类的。Freestyle's my life 。我买房子也是 freestyle 买的，结婚也 freestyle 结的。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样。不用想太多，动作好多。我觉得就是那么点嘛，来了就来了，你想太多也没有用。还有一个 freestyle 的婚姻。结婚以后，确实生活里有很多矛盾。因为其实从我们在一起到怀孕也没多长时间，我感觉就是一胎怀孕以后，我们开始的这个就开始矛盾就变得很多了，就开始慢慢变多了。他的眉毛，他的表情特别。我们吵架频率1个星期1次，是真的，隔3差5小吵一下，1个星期大吵一下。我们不能聊正经事，比如说打趣，老公今天好帅那种，我这种是 OK 的。我们不要带着脑子去沟通，一旦你带着自己的认知思维的去沟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哎，那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能吵起来，腿都上来了，好放松啊。我们吵架那肯定是他厉害了，因为他的攻击性非常的强，他很会找跑起来，他又会阴阳，又会冷嘲热讽，还会指桑骂槐，还会哎呦，你懂吗？带着他的表情，哦，前面，这两人好好玩哦。我觉得功力不如他。我就属于那种无能狂怒，骂又骂不过他，我只会阴阳怪气。但是在他这种尖锐的攻击下面，不值一提。他是带着那种 rapper 的尖锐，刺痛到你最刺痛的深处。他是攻心呐，无休止，你懂吗？持续输出，首先是无限 combo。你喝酒，你喝多了，你还得上个厕所吧？我得喘口气，我尿完尿回来接着跟你喝，你自己也缓一缓吧。我也不太会骂人，我就抓不着点，你知道吧？我就想了很久，说你个有每天起床口臭，你有老人味儿，你个老男人。哦，人身攻击啊！就是那次好像真的是让他难过了。我不记得了，还好吧。不太会因为别人的几句话，我就耿耿于怀在那里面有什么了，对不对？他不一样，他会把那个给你纹到身上。如果纹身不要钱，他会把这个东西纹到身上。我觉得婚姻就像打魂类游戏，黑悟空这种魂类。像魂类游戏这种，你要知道他是怎么着，千奇百怪，你要记住他所有的招，了解他所有的招。你打不过你就死了你又再来一次。是吗？一般帅哥就是会受到比较好的优待嘛，所以可能确实没吃过什么爱情的苦。他唯一吃过的苦可能就是我这段婚姻给他，我就是那个苦，苦不堪言，好苦，脑壳疼。我觉得我们的现状最大的问题就是卡在沟通上，这个相处真的频繁的争吵哈，双方都很累，所以也认真的聊过说离婚这件事情，但是卡在了孩子上。我觉得他婚前婚后他的改变是往好了改变的，比如说他以前可能是个 playboy， 但他现在就非常的忠诚 loyalty， 你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人是真诚的，他的心思全部都投在家庭里面。第一胎是双胞胎，后面2胎有个小宝宝，好可爱，真的身体好，就是需要陪伴他们。我来啦！我们每天其实说白了，我们就那2、3个小时跟小孩在一块玩，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一个 safe area， 安全区。我们一直在维持这个关系，一大部分是因为孩子吧。其实我自己觉得，一大部分是因为孩子。我参加这个节目很简单，就是我们想把这些2个人之间闹不明白的事情捋清楚。有这么多第3方、第4方、第5方、第6方，总能给我们辩个明白，是不是？增加一些别人的角度来看清我们自己。是我的问题，我认；是他的问题，我也希望他能够正确的看待，并且做出改变。还是很清楚的。
我自己在泥潭里面太混了，就我爬不出去，没有救命稻草。他的需求，我如果能看清，我就会给，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无解。还有的是说，我觉得我还抱有一丝希望了，我想会不会总有一天，会不会有些转机？这好像很绝望的样子。其实去年我们一起看节目的时候，我内心里真的想，这个如果我们能上这个节目，那我觉得这样我们的婚姻可能就有救了。两个人都有共同诉求呢。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双晶赞助播出，儿童补钙有高招，双晶钙锌小金条。蹲现场，10点半开响，用动感地带芒果卡重逢热爱，直达现场。我觉得我应该去给美团买药打广告。什么意思吗？我要看看你该吃什么药。不知道吃什么药，就上美团买药，24 hours 的问医生，30 minutes 就能送到。看现在有需要。您好，您的美团买药。谢谢。美团买药，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欢迎两位来到再见爱人。请问梁松，你们的恋爱纪念日是几月几号？1月17号。你竟然记得 ？For sure， 肯定记得呀。我还不知道你会记得。我们纪念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过领证的日子，9月7号。那你要说开始接触谈恋爱呢，就是1月17。从认识到结婚这个过程还蛮快的，然后怀孕了，咱们就结婚了，就几个月，闪婚闪育。请问何美妍，你们恋爱纪念日是几月几号？1月17号。本题双双得分。请梁松作答。何美妍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最喜欢的颜色，宝宝都知道哦。妈妈最喜欢紫色。请何美妍作答。梁松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还真的觉得有点难。我写的是彩色，因为我觉得你什么颜色都喜欢，你没有明确特别喜欢的颜色吗？是 all color。哇！本题双双得分。请问梁松，在你送出的礼物当中，何美妍最满意的是什么？那个绿色小包包，因为那个他蛮常用的，然后宝宝也很喜欢。他还经常跟宝宝说：“这个是我的，是妈妈的。”我喜欢，但是说最喜欢的，肯定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其实是这个戒指。哦。结婚戒指。婚戒。当时我就在我广州的家门口，就真的是长大的地方，刚好有一场音乐节。他在那场音乐节上面演出的时候，给我在台上求婚的戒指。哇，这么浪漫！哇！也没有一个求婚，我希望今天的这个现场可以接受我这个直男人生的第一次求婚。哇，好浪漫！哇，好多观众啊！好，他好开心啊！愿意加油吗，大脸哥？太可爱了，迫不及待。我有点带不上我超紧张。这挺棒的，这么多人见证啊！蹦蹦跳跳。其实也是婚后补的一场，对他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来说，准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真的是我能感觉到他的用心，超级满意，非常满意。请问何美妍，在你送出的礼物当中，梁松最满意的是什么？电子烟。是的。我送了2次，一次是我弄了一个扭蛋机，然后里面每一个扭蛋里面有一个烟弹，还有一个我写的小纸条。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给他生日准备的那个扭蛋机。然后
里面的东西也都被他用功了。我就想了，写了好多，像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吵架停停卷，就是用了这个卷的话，我们不管在吵什么样子，你只要出示这张卷，我就可以让你暂时不说话，暂时停止，但是他也不用。他并没有在意，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虚的。他们吵的时候这个没用，作废了。他每次就把烟单拿出来，消失一条都不看。不，我是看完了就把它叠回去了，我都有看。那里面写了些什么？说什么不生气卷儿，请你吃饭卷儿，请我吃饭卷儿，请你喝奶茶卷儿，什么之类的。看来你确实还真的是有看一些吧。那可能刚好我盯着你的那2次你就没拿。收到这2个礼物的时候，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或者是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我想你这个烟，这个在哪儿买？你会不会买贵了？就是很实用派。本题梁松不得分，何美妍得分。请梁松作答：何美妍最喜欢的花是什么？百合。你那什么？就是好看的花都行，我没有特别喜欢的花。那梁松，你最近一次送何美妍花是什么时候？送的什么花？是7月13号他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一桶花。没有吧？你忘了是吗？我没有准备礼物，但是我有送一束花给你了。反正怎么都带湖南口音的。我妈送了一桶，朋友送了一桶，我送了一桶了。你起床之前我就给你拿过去了，放在家里的。完了，我好像一点都想不起来张什么样子啊，什么颜色的？我也不记得了。什么情况？你肯定是在乱讲。怎么可能？好，那等一下，我们这个非要看外卖订单了。美团上订一个不？谁现在买花？你没到那个点上不？我去了，我也没美团上面搭的好。日子是错的。哦，是520那天的他送过。好，那请何美妍作答：梁松最喜欢的花是什么？没有最喜欢的花。是没有。本题梁松不得分，何美妍得分。请问梁松，何美妍在通讯软件里面给你的备注是什么？这个太简单了呀。哥哥。哥哥。这个真的太简单了，是对的。那请问何美妍，梁松在通讯软件里面给你的备注是什么？我的本名，我的微信号本名。All right。我之前也有跟他讲，我说叫何美妍好生疏，然后我就把他手机拿过来改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了，因为他老删我，他有的时候生气他也把我微信删了，加回来了就没有备注了。有点太像小孩了。不是我爱拉黑，是因为我们有吵架之后，我就想惊醒一下，然后你会继续在微信上面持续输出攻击，我遭不住，我没有删过其他的，只有你。那我还要高兴，我是特别待遇是吧？是啊，你看我多珍，你最珍贵。怎么还唱上了？你只删他，这是什么值得？因为不是，因为只有他会那种无休止的一直在上面持续攻击你，就有时候。其实我没有在攻击你，我只是在说事情，我在把事情讲明白。你所谓的讲明白，只是激化矛盾，你发泄情绪。我没有在激化矛盾，我把话讲明白，我的话都不带脏字，也没有发泄情绪，只是你个人偏见，你觉得我是怎么样，你就带着这个滤镜去看我发的东西了。你从来都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这些事情，你就是习惯下意识的去逃避自己的责任，你觉得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然后你就骗着骗着，真把自己骗到。好能说啊。All right， 你说的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我如果是真实想法的话呢，我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会升级，就会越来越捋不清楚。但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你要心里每一次都这样。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到底是什么是对的，是什么是错的。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但是我在乎什么？我在乎你跟别人怎么说。你经常会跟你朋友说，哎，他总是我永远都是让的那一个。你自己这样想，我不跟你去争，但是你跟别人这么说，你对镜头对所有人这样说，对第三方对你的朋友这样说。
他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怎么样，所以我才生气。我从来没讲过骂你，这样讲出这个话，那这个事情就要是表情，他都快疯了。对外面这样讲，那这是在对外毁坏我的名声啊。Come on, we 24 hours stay together。除了这个电影之前，我没有朋友在武汉。哎呀，你又在这里讲这些假话，你怎么没有朋友？你微信多少朋友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武汉的朋友听到这句话会难过的。来了，我24小时跟你在一起，我什么时候我身边有什么朋友？你经常会在酒吧里面跟你那些来找你的朋友说我啊。我在酒吧里跟朋友来找我的说你啊，你 Come on man，Come on man。你就是骗自己骗太久，把自己骗到了。Alright。本题双双得分，太精彩了吧，这个也好棒哦，得分了。请梁松举例一件何美妍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事情。他觉得很厉害了，他应该会说他做歌很厉害吧。好的，那请何美妍举例一件梁松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事情。做什么都棒，就是你学什么都很快，做什么都上手快，而且做什么都做得不差。你看他被夸赞还挺甜美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啊，背后的原因是喜欢尝试，然后学习能力好。他们情绪来得好快，也去得快。啊，对哦。我写的是坚持。哇，好励志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坚持的东西，方方面面，就是甚至我觉得，因为我喜欢，我很珍惜我们的婚姻，包括在婚姻的上面，其实我也是一直很坚持。这些年过来的太痛苦了，这个过程一直在这种水深火热、刀枪火海里面摸爬滚打，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有希望，我觉得应该会变好的，所以我还是都是坚持下来了，坚持做音乐，坚持运动啊，我觉得这还好吧。我相比说坚持我们的婚姻来说的话，坚持婚姻更难一些。有多难？坐不住了那边。那些没有带给我这么多的痛苦，哇，婚姻带给我很多痛苦。我在结婚之前我都没有受过这么多苦吧。我虽然没大富大贵，也没出什么大名气，反正一直都是很顺利的，因为我没有吃过这些苦。他给了我这些苦，我的天！他给了我这些苦。哇塞，哇！我没有觉得是痛苦，我觉得痛苦都是过程。那确实，他说的是现状，但我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成长和快乐幸福的时光，什么都有，很难用一个词去概括。那你认同刚刚梁松说的吗？他说的是他主观的思想有，主观的东西他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无从辩解这个东西，因为是他的主观感受，我无从辩解。然后我们确实也有很多不愉快的过程，他有这样子的想法也合理，只是说我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会怀疑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的价值就只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吗？他都熄灭了，我觉得。那美妍，你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的事情其实是 J 人点，是执行能力和做计划的能力。本题双双不得分。请问梁松，你说什么话和美妍最容易炸毛？就是我说你跟你妈一样。马上炸。你知道，那你为什么吵架的时候还老那样说？我没有老那样说，你说了这个是不能提，我就再也没有提过了。但只是因为你跟你妈像这个本身，我没有啊，我不是贬义词啊。但是我说了不能提之后，你还是有一直在提啊。所以在你的视角里面，是你提过以后，他还有在讲，对吗？我讲过之后，他还是会有一两次在我的记忆里面。因为没有什么好形容的了。那你就不形容呗。那你就会逼着我一串。我为什么会逼着你说我最不想听的一串？我从来没有主动找你吵过什么吧？你有啊，你主动发脾气啊，因为拍桌子就起来一顿大吼啊。那次在轰爸你拍了吗？莫名其妙，我悄悄跟你讲个话，你拍了没有？上一次马东杰来咱们这里办了一场 popping 的小活动，然后老梁就说我有一首歌，你跟我编排一下，咱们一起拍一个。然后当时他们就在这个客厅这里，
然后我就拉老梁在吧台那口，就想跟他说，我说这个景好像有一点杂乱，咱们要不要去大包厢，会拍出来效果更好看？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直接很不耐烦的跟我说，让他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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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念打断你。当时因为人很多嘛，我也不想说这样，我就先等他们弄，拍完了。我就把他拉过来，我说你刚才为什么那样子呢？我就想把我没说完的话说完，然后他拍吧台说，那你到底想干嘛？我一直这样念没完没了，他就突然间就大喊，我当时我就哦damn，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真的安然真的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社死啊，我就赶紧收东西，我就走了。等我走到电梯口说，我来了这儿，挨一顿骂。我就灰溜溜走了，我不行，我走了回来。你想吵是吧？那我就跟你吵。哇，这是你想要的吗？我就在这里超大声的跟他吼起来了。但当时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他不尊重我。那你有没有这么做嘛？你先说有没有这么，我们先讨论有没有这么做过。你刚刚说你没有。我现在在给你举例，你有？我也没有喊。你拍桌子大喊没有吗？是，而且喊那天也是你先喊的。我没有，而且你刚刚在讲，你从来没有拍桌子大吼，你说你不敢，但是我刚刚举的例子，你有没有拍桌子大吼？我没说我从来，我说我受不了了，我也是人呐。当着10几20个人的面说，你怎么那么能装？这是不是你说的话？对，这是在你吼完我以后，而且你还让我拿着麦克风跟其他所有人说，这是在因为你先这是不是你逼着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做过的事情？是，但是要讲前因后果。而且我都说了，这道完歉之后，我到了包厢里面去了，跟我自己稍微冷静一下，然后你叉着腰直接追进来又直接骂了10分钟，你是不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你的记忆完全混乱了，你不讲前因后果的 man。你看你刚刚的陈述过程，完全是颠倒黑白的陈述方法，就证明你内心里根本就没有认为这件事情做错了。太翻倍了，势均力敌。甚至你说的，我一直在 aggressive 你，一直在不停的讲你怎么不好，抱怨你，当众怎么抱怨你，你才发火的。但甚至你的这个前提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须有的东西。入定了，表达力好强。我拿着麦克风对着几10个人认错，然后我就没有说什么了，不是吗？你还追进来一直骂好吗？哇！哦，Come on man！然后你在吧台骂完去大包厢骂，我后来我去旁边那个桌，然后你又跑了那个桌去骂我。好的，我们先冷静一下，我们继续往下答题，可以吗？那请问何美妍，你说什么话，梁松最容易炸毛？频繁的、不停的说话，他就会炸毛。恭喜他得1分，这1分送给你。本题双双得分。哦，他们互相之间真的好了解啊！真的太准确的知道对方的点在哪里了。请问梁松，何美妍最害怕失去什么？最害怕失去什么？失去我跟宝宝呗，肯定是这个点吧。是宝宝们。哦，没有我的，失去宝宝。没有你，没有你。比个罪的话，All right。会有点失落吗？没有你。有。没有我还是有点失落了嘛。对，因为这代表着我其实是可以失去的。哇。没有啊，只是跟宝宝比起来嘛。你是可以失去的。哇！请问何美妍，梁松最害怕失去什么？我觉得是幸福的家庭。是的。本题何美妍得分，梁松不得分。好的，下一题，请问梁松，何美妍现在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他特别的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压力。其实这些就是你造成你压力的源头，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而且你会特别的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只在乎我在意的人怎么看我。我有压力是，其实就是我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属于自己的经济来源。OK。好的，请问何美妍，梁松现在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就是要赚钱养家，一家人都需要他的经济支持。如果不是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婚姻上的压力，跟我相处的是这2个中的一个吗？对 ，both of this。沟通成本太大，家庭开销成本也大。因为我们现在一家7口人，我一个人，得要管他们7个人每个月的开销。哦，那压力真的很大。那个事情，上次那个事情热搜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家的这个经济收入状况是断崖式下滑的。什么事情？什么热搜？家暴。因为4月份嘛，这个店才开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因为跟他在工作中会产生摩擦，简单的说，工作中产生摩擦，我就退出去了。我说那你来弄，我就没管了。然后确实也是，这之后就开始直线下滑，生意一直直线下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小焦虑吧。我说要不然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要一起处理处理？他复盘他的表达方式，让我觉得他不是在调整方向，而是在指责我。然后讲不知道哪一句就没对，就又戳到他了，反正就上升，然后就各自就吵起来了嘛。因为他喝了酒了，他 unstoppable， 都很疯狂，像一头猛兽一样。真到最后就开始有一点情绪失控了，他要走，我抓住他，还有手，哎，你走开，这样子一通，哎，结果我倒地上了，我觉得哇，你推我，你动手，我说。这能忍？这已经过了底线的底线，我就使出我的头锤，我说毁灭吧！我就砰在他肚子上撞，然后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受伤了。我当时其实真正的想法是我怀疑他在衣服里面藏了个手这样子，但是我后来看监控的手确实是在外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脸就变成那样子，我也蛮奇怪。但我当时在情绪里面，我就觉得你这样子真的毁灭吧，你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太过分了。他当时看到我眼睛红了，他说好，等等，你别撞，你别撞。他说好，等一下我去给你拿药。哦，我就想，哎，给我拿药，哎，也行吧，稍微有一点话。然后他冲的一下就出门了，他趁这个地方他跑了。他跑到了我就是爷爷奶奶家，就是同一层另一户。他把那个门反锁了，然后我使开怎么开也开不了，也没有钥匙，我就一直在敲门。我说你出来，把事情给我讲清楚。他大概就是15分钟过来，砰砸一顿，实在过15分钟又砰砸一顿，然后我实在不行我就又过去跟他面对面，我又被摩擦。我当时我情绪非常崩溃，我就那个消极的一面，消极的我回来了，我觉得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就站在那个家里的阳台那个窗边，然后他就报警了，还把我拽着，然后报警了。我那次也是第一次报警了，我说报警，我实在不行了，你在家里这样啄翻天，找不出来。那时候4点多钟，我报个警，警察过来了，当面调和了一下。警察就说，那你就待在这边，你们2个分开，啊，不要共处，有任何问题再打电话。然后警察就走了嘛。我躺在床上，我其实睡不着，我很想睡，我就脑子里会一直想今天发生过的种种。他说的气话我会记得，每一个字眼就是很扎我的心，我很难过。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自己把人激成这样子？你安心的去睡觉了。我睡得着，我不睡能怎么样呢？我已经被折腾了1个晚上，吵架好累的，吵架好累的。然后呢，我不睡，我继续跟他吵下去吗？还是我在那里继续我自己内耗呢？吃饱睡好，我面对生活呀，我不睡觉。哎呦，日子是自己的吗？身体是自己的吗？除了这个，我去喘气，怎么睡得着？我也一定要让你主动的来面对我。把这个东西好好咱们说清楚，解决完，然后我就发了那个朋友圈。或者我知道自己是有夸张不实的部分，但是我就是想要说让他看到这条朋友圈，他能够过来联系我，所以我会故意写的就是比较过激，气话。我大概发了就20分钟吧，在早上6点
我的目的是他能看见，然后主动来联系我，这个够了。结果他没看见，别人看见了，然后我就赶紧上了之后呢，结果然后就上热搜了嘛。而且当时哪里会想到说上热搜什么，就是气头上嘛，觉得我这18线谁看我朋友圈凌晨6点，结果就是这样了。我也奇怪，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发出去的。哎，愚蠢，愚蠢。他那时候睡着了。然后他又把那边的门锁上了，我也没有办法进去通知他这个消息，然后就等到了下午大概1、2点的时候，他醒了，他就开门了，进去了，然后就跟他讲了。首先他说他没想到，怎么会有人凌晨5点多钟、6、7点不睡觉，还在那蹲着你朋友圈搞这种截图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我只是为了报复，当时你也不开门，找不到你，那他自己情绪也无处释放，他就发这么条朋友圈来宣泄一下。我肯定也有点难受不？这种点你编一些我根本就没做过的事情，你只为了报复我泄愤。你还记得他发了些啥？他说我家暴他，然后配上了几张照片，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演出完了，然后去 club 里面喝酒，还有几个老板，我们在那跳舞，跳着可能跟女孩跳过来跳近了，然后就被认识我们的人可能就私信啊，说你老公在外面跟别的女孩跳舞呢之类的。反正这个事儿就在他这儿就反正就打上个烙印了。冤是冤，没办法，你既然已经捅上去了，他只是想从朋友圈这个维度报复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闹大了。2个人也没这种经验，一看这怎么整呢？这怎么整？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得面对？然后我们俩就七七八八的发了一些东西，结果也没捋顺，结果这水越整越浑，后来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有过一次危机的是，本题梁松不得分，何美妍得分。导演好冷静。何美妍，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向梁松提出一个他必须回答的问题，根据对方的回答，你进行一个0到10分的一个评分。你会想要问什么问题？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包含好的坏的，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冷酷，内心其实软弱且幼稚，需要人关怀和照顾，但同时又渴望自己坚强。好长啊！明明心中好会形容啊，对，充满爱，也渴望爱，但是经常表现出来的是不好的情绪。想要去表达爱，可总是用错方法去表达，会把你爱的人推得越来越远，带情绪了。其实你很爱我，对吧？我比谁都清楚，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怎么表达你的爱，总是在错误的表达你的爱。又开始指责了。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最大的点就是这些。那请问我一点优点都没有是吗？你有优点啊，我说你超级 J 啊，你很会做计划，还会预判，音乐审美很好。没得夸了是吧？我对他这个回答，我如果要打分的话，不满意。10分的满分，我要给他打一个5分，扣的5分就是因为他的嘴里我没有优点，就是说那些优点都现凑的。好的。梁松，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向何美妍提出一个她必须回答的问题，你会提什么样的问题？我不提，我放弃这个机会。不敢，不敢。但如果非要我提，因为我答案写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不想逼迫他去做一些事情，我不逼迫他只要他开心就好。但是我要非问的话，那你说出你自己5个优点。我很善良，我很细心，我很擅长做落地的东西，我也很热心，我愿意去帮朋友或者帮你，哪怕是无偿的。我学习能力也很强，我声带模仿能力也很厉害，就是你要我自己细数，细点也是点的。而且我很包容，我最大的包容就给了你。你这样子颠倒黑白的这种状态，没有人能包容。哇，我叫你说你自己的优点，你为什么还要把我拉踩一下呢？学你嘛。你给我打分吧，我的回答。不打分，我弃票。如果弃票代表0分，
那就那0分也不至于0分吧，我这。他在这么极端的时候还要平衡。那你可以说你为什么不想打分呢？我不想打分，就是我叫你说优点，你都要拉踩我一下，就是你的 revenge 无处不在。那抱歉，对不起。不用抱歉，我看到你又不是只是说这一个点你抱歉了，我们这结婚这4年多，你要这样讲，我们这一直在抱歉我不需要这个抱歉，我需要这个抱歉，它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不需要抱歉，所以我也不想打分。打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只是让你乐乐呵呵就行了。我给你分打低了你不高兴，打高了我又自己也不真实，我也难受，所以我拒绝打分，这是我的原因，我不给分。挺好的，很有逻辑。不给分，人家怎么算分呢？你随便凑个数吧。10分啊？10分给满分。那你也给个5分吧，好不好？10分。确定吗？确定。相比他难受和我难受，那我难受一点无所谓了。是10分，你为什么难受嘛？你难受，肯定给不了10分。那就不给10分嘛。你要正确的打个分就好了。你不知道打多少，打5分嘛。我也是不知道打多少分，我就打5分嘛。Why？ 哦，你需要说英语啊。这是对他们来说多大的问题呢？打一个10分，你又心不甘情不愿的，干嘛要打这种假分呢？你就打一个真实的想法嘛。真实我0分。那你就0分呗。0分就0分嘛，对吧？你 you act like that。我没有 act like that， 我 act like that 好的，是因为0分。两位老师，等一下，我们最后一次确认一下，到底是10分。好的。不要吵架。导演懵了，都已经。你看他们在所有的点上都可以battle起来。好的，请宣布2位的最终得分。他们应该蛮高的吧？本次婚姻体检，梁松最终得分46分，何美妍得分70分。哇，有史以来最高了吧？对，我们平时就吵这些无厘头的东西，我真无语。蛮克制的，非常克制的了。你们不在的话，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讲。啊。往哪里去了？小豆，你看。什么？你看我。怎么了？帅不帅？帅。你看你这个开心的样子。我的天哪！就喜欢他帅。你开不开心？不跟你吵架就开心。现在不是没吵吗？是谁造成了这样不吵架的局面？你看，是我的沉默。你的沉默是我主动幽默，我不让你看我。哦，原来有这样。你自己气哄哄的也不管我，你就往前就大步流星的。谢谢你的用心，谢谢你。我总是在你根本就不会察觉的地方。没。你以为是？不多说了 ，real recognize real。你 real 个锤子，你 real。你看，你又在这里闷头生气干什么呢？哎，这个。你看，造成这样和平的局面是什么？我 come on， 我生什么气？我没生气，我过来哄着你好吗？好，谢谢你。他情绪一直在变化，一会儿难过，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开心，其实他一直都在变化，百变男孩。哇，好喜欢这一对啊，真的很可爱耶，能量满满哎，我的眼泪笑出来了，太好玩了，太好笑了。我总结3个字，就是身体好，天造地设，感觉看下来这2个人。哎，我想首先问一下刘老师。刘老师，你听得懂他们说的一些蹦的一些那种 rap 之间的一些聊天的词儿吗？大概可以听懂。你打过魂类游戏吗？这个不懂。对，他们好像建成了一个像一个游戏场，就是必须要过了这一关才能进入下一关的这种。但他们俩真的太像猫和老鼠了。他们俩身上的那种卡通感特别强。我刚写的那个《爱情哲学30讲》里边讲婚姻，我说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归宿，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说婚姻不是，婚姻是建筑。这个建筑你们造成什么样是什么样。如果你们俩特别喜欢玩，它是个游乐场；特别喜欢学习成长，那是健身房、图书馆。图书馆，我就没想到可以是一个战场。他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 battlefield， 然后2个人特别非常高能的在，而且他们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享受这个。是上瘾的，他们俩还会追责了以后呢，又会生气，但是他们其实是很爱的，
他们需要一个调停者，有的时候冷静一点，拉开一点，安静一点，休息。所以他们来上这些节目啊，就是找个调停者是。对，想让别人来给我们评评理，是，就来升堂。诉求特别明显。如果今年有一群人帮我们看问题的话，说不定我们真的就是会好，有转机。他们2个差11岁啊。对，女方27，男方38，感受不到哎，看起来像一样年纪。对。男生呢，他有点更像孩子，因为他好像是说我就是 freestyle 的，然后女生她其实也是有很强的情绪，但她会分析。一层一层，她稍微会有一点逻辑，然后这个逻辑扔给她的时候，她接不住了，她就要逃。跟前面一对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是那个是非常低温的、淡的、冷的，这个是燃烧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在婚姻当中才有激情啊，总比那个冷漠、冷冰冰的，我想吵架都找不到人跟我对吵的好。就是太耗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年纪大会好。这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就是你看我们话都不讲的现在的婚姻状况，可是我们很羡慕那种其实能够吵架，说明还有感情在的那种。而且我觉得他们2个其实互相很了解彼此的。你看他们吵得那么凶，导演冷漠的是双方得分。他们需要这个调停者，中间需要个调停者。而且我觉得他们俩虽然吵，但是你不觉得他们互相憎恨对方？对，他们没有憎恨。你觉得他们之间只是吵？我觉得他们的讲话可以先暂时不停。因为他的语言是非常的夸张的，是很幽默的，很有意思的。他中间是有2个人的情绪，这个叫情调在的。所以我觉得看他们2组，你看他的行为动作更好。就比如说，他们愿意来这里，是为了希望让更多人来评评理。因为他们的求婚也是在万人的场，所以他希望在这里的他有遇到问题，也可以让更多人看。只不过在这一刻，他不知道方法了。然后他就希望来这里可以寻求一点帮助。好像困扰他们的就是拌嘴情绪。在做体检的时候，他们就吵了几轮。2个人复盘的时候，感觉也对不上，就是对不上。而我记得好像一开始梁松说，他跟何美妍2个人可以这种啊哥哥你好美你好帅，可以有这种交流，但是不能有正常的沟通，说只要一沟通就吵架。一方面呢，就我们觉得很逗、很开心，甚至还很甜，欢声笑语的，我们看的都，但是这里面有一度，何美妍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非常的沮丧的一个上了热搜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女生应该都有这种体会，我们从小就觉得我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因为我的身体是一个弱势的身体，我们会害怕走夜路。然后在那一刻，他被推倒了。我觉得那一刻，他就是进入了一个无法判断这件事情的暴力程度是个什么程度的那个状态，他应激。但是他刚才在解释自己动机的时候，他说我不是要求助于社会道德，我是要引起你注意，你回避我，你要躲着我是猫捉老鼠捉不到了。我说这个事严重了，你要考虑后果，你会回应我。对。热搜超出了他的那个意料。我想这个经历对他们俩都会有压力，甚至会有内疚感。遇到了热搜的这样的事件，到今天为止依然还在一起，就证明是2个人已经共担了。这件事情是未来我们一定是一起走的，2个人的情感是 OK 的，还是浓郁的，对，浓郁的，特别浓郁，对。还有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利好的消息，这个可能跟他们关系没有那么大，就是他上了热搜，他就失去了工作，也就是说今天的舆论他已经可以监督一些人说你不要家暴，家暴你就会丢饭碗。他们俩一直在打架，有的时候用言语在打架，他们俩就在那个像拳击手游，他好像在打擂台一样。我觉得他们2个是爱情体操选手，爱情运动员。对，他们的情绪就是非常快的在转变哈。问一下各位，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吵架的事情？我怀孕的时候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完全想不起来是为什么。吵完就会忘记了。对，我怀孕大概6个月的时候，而且也没有争吵，是我一个人在吵。然后他就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到底为什么在吵。那是激素荷尔蒙的影响吗？有，我觉得跟激素有关系，因为我生完小孩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再争吵，就正常了。还有
个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是他求婚也在众目睽睽，他现在就是我要经营，我也要上电视去讲，有一点表演性人格，像他们斗歌一样或者斗舞一样 ，battle， 对 battle， 像 battle， 他们自己也知道维系下去太耗能了。但他还撑得住。那各位有孩子的女士，你们觉得这个怀孕育儿这件事情对工作的影响？我觉得肯定是受影响，因为小孩都还那么小。我觉得在家的创作会受影响，因为我在小孩在他1岁3个月以前，他还没有上那种托儿所的时候，等于是他一直在家里面。他在家的时候，我很难创作。你一点点事情就会被他。你就会关心他，因为你担心他嘛。你优先级在他，对不对？对，小孩为什么哭了？小孩是不是要换尿布了？所以我最好的创作的时间是我在公司的时间。这个反而更好一些。我觉得可能就是等小孩大一点，才会有腾出时间。那我问一下心如嘛，心如，你印象当中就是你跟先生的相处就是非常稳定的，还是也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多多少少都会有吧。你说不是真的是大吵架，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种小小的闹别扭或者小小的吵架也是一种情趣。但你说不是上升到很夸张的这种地步，不是像他们这样吵。我没办法，我不会 rap， 吵不起。那你们吵是怎么？偶像剧式的吵吗？我的思想愿望你都看不到。你这怎么能算是爱我呢？我不是我觉得因为现在也成长了，所以大家会先忍住了那个气，然后还有再来是不在小孩面前吵架啊。那小孩通常都在，所以都是小孩睡了之后才开始沟通。然后睡了以后进房间门一关，来，有什么你说。但是吵架是可以非常积极的，特别是婚姻长久的关系。他的厌倦是怎么来的？厌倦是不变吗？他俩的反面真的就是邓莎那一对，就感觉一潭死水。所以就算变得衰老了。有吵架是有活力的表现，但是像他们这些吵的解决不了，那是太耗能，一般人承受不起的。看到青春气息，我就是看到好羡慕啊！对，刘晴老师看完真带劲啊，回去找夫人练一练。正想找一个吵架，对。吵架其实很耗体力的，又耗神，然后还要想你要讲什么，而且有时候你还要想说，有些话不能说，因为说出口收不回来了。但是吵架的时候有一个和解，他那个感情是有深度的，一直是谦让什么就不太有深度。相敬如宾。每对这个伴侣他会有自己的平衡点、适合点。他们真的情绪来的很快，对我都觉得他在讲话都要唱起来了。对，意犹未尽，好想再看。这两组嘉宾啊，我们一对是完全不吵，那另外一组就是完全吵成了辩论赛似的。接下来这一对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往下看。太期待了，开始了。我是李诗华，我是个演员。哇，新闻女王。我的名字叫蔡崇建。哇，太帅了，好阳光啊！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在一起的？17年的，18年。哎呀，不，2017、16。这个没可能不中的。不对，错。Come on！ 那反应为什么那么奇怪呀？鸡同鸭讲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了？现在什么能说都能说了，对吗？破罐子破摔了已经。你这个人真的太不懂了。怎么说都是我不对的，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妈，我不对。他认错好快，永远认错，绝不改过。这个事情是最大的了。我不想骗你。Oh no！ 这个伤害真的太伤了。那怎么可能一个关系一个人永远都是他错了？我肯定是也有问题啊！自己 PUA 自己了。是让我看得很清楚，那个人我相信不了。过去了，没事。这个不行吧？太轻描淡写了，太没安全感了。在本次婚姻体检中，总分最低的一对爱人，很遗憾，你们需要一起接受惩罚。妈呀，太夸张了吧！哇，这个雨好大，这个真的要崩溃了。因为以前的惩罚是这样的，没有那么严重啊。秋冬感冒、流感防不胜防，要为全家人做好健康攻略。像宝宝的感冒药、退烧的布洛芬、流感的特效药、止咳的川贝枇杷膏等家庭常用药，我都上美团买药。
现在能领88元健康补贴，儿童感冒发烧还有66元专属补贴，买药更省钱。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爱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爱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